大家有没有想过，二战时那些连打3天3夜不睡觉的士兵，真的是全靠意志力支撑的吗？1940年，德军的装甲部队横扫法国，用了不到6个星期就打穿了整个西欧防线。人们都说这是闪电战术的胜利，但很少有人提到这场战役背后的另一个关键武器，不是坦克，也不是火炮，而是一种名叫百菲丁的神奇小药片。今天它还有一个更为我们所熟悉的名字——冰毒。一粒药片下肚，疲惫、饥饿、恐惧通通消失，士兵可以连续作战几10个小时不合眼，一点都不觉得累。在药效作用下，人变得像机器，甚至像疯子。他们不是靠意志力在战斗，而是靠兴奋剂在燃烧。而德国可不是唯一这么干的国家，美国、英国、日本、苏联也都在嗑药。战争不只是武器与战术的较量，更是对人类极限的疯狂试探。参战国为了取得胜利，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二战时期各国如何将毒品应用于战争。在整个二战期间，德国是最早、最系统化的将兴奋剂应用于军事作战的国家。1938年，德国一家名为泰姆勒的制药公司研发出了一种新型药品，名叫百菲丁，主要成分是甲基苯丙胺，也就是现代毒品冰毒的前身。最初，它被当作处方药，用于治疗抑郁症、哮喘甚至肥胖，效果显著，很快风靡整个德国社会。市面上有人把它当成聪明药，学生用来熬夜复习，白领用来提神打工，家庭主妇吃完能一口气打扫一整套公寓，甚至连巧克力公司都把它加入产品中，做成了提神巧克力市场。广告上写着吃了就不累，但真正看到它军事潜力的是纳粹德国军方。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前夕，一批陆军军医和作战指挥官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让士兵在连续作战中保持体力、精神甚至情绪稳定？传统的鼓励口号远远不够，而百菲丁的出现正好填补了这个需求。于是在波兰战役中，德国军队开始了试药行动。当时德军装甲部队被要求高速推进，占领城市，不许停留。结果发现，一些服用百菲丁的士兵连续2天不睡觉，行军速度反而更快，注意力更集中，战斗中反应也更敏锐。这个结果让德国军方眼前一亮，所以从1939年底开始，德国国防军正式将百菲丁纳入军需系统，作为战斗辅助药物进行试验和分发。而百菲丁真正的大规模使用则发生在1940年的法国战役中。法国战役之所以闻名于世，不只是因为德国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击败了当时欧洲最强的法国陆军，更因为他们以摩托化部队、机械化装甲师为主力，一路昼夜不停地快速推进，几乎不给敌人反应时间。这正是闪电战战略的核心。为了支撑这种高强度、长时间不间断的军事行动，德军向前线大规模分发百菲丁。根据德国军医总署的统计，仅在法国战役期间，德国军方就发放了超过3500万片百菲丁。参与行动的士兵几乎人手一瓶药片，就像子弹一样成为随身装备。一位装甲师士兵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没有时间停下来吃饭或睡觉，只能继续开进。但有了药片，一切都没问题，我们能像机器一样前进。”空军也不例外，德国空军飞行员在长时间执行轰炸任务与夜间作战时，也常服用百菲丁保持清醒。甚至有飞行员在连续飞行超过24小时后，依然能精准轰炸目标。百菲丁的短期效果的确令人惊叹，但它带来的副作用也很快暴露了出来。药效过后，士兵常常陷入极度的身体虚脱与精神崩溃。一些人在战斗中出现幻觉、错觉和情绪失控的情况，有的甚至开枪打死自己的战友，或者对平民做出过激行为。战场报告中也开始出现越来越多关于药物过量、精神错乱以及战后抑郁症的案例。一些士兵在战斗结束后表现出明显的药物依赖，一旦停药就会出现烦躁不安、身体发抖的问题。起初，
德国军方对百非丁的使用并无顾虑，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副作用案例被军医上报，德国卫生部与军医总署在1941年开始尝试限制百非丁的发放，但却收效甚微。由于战争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在东线对苏联的作战中，德军士兵处于更为极端的战斗环境之下，对兴奋剂的依赖反而加重。面对严寒、疲劳、持续作战、物资紧张的多重压力，百非丁几乎成了士兵维持作战能力的唯一心理支柱。随着战争的持续，德国军方试图研发更强大的化学战斗手段，其中最离谱的是一项名为 D-IX 计划的秘密项目，一种由冰毒可卡因和吗啡混合的新型超级士兵药剂，目标是制造出无痛、无恐惧、无疲劳的终极战士。1944年，该项目一度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进行人体试验，德军把这种药物注射到囚犯身上，命令他们背着重达20公斤的装备在操场上跑步，测试药效和极限。有些囚犯连续跑数小时后倒地、抽搐甚至死亡。这个计划最终因战争后期资源枯竭而终止，但它反映出了纳粹德国对药物战争的极端执念。更讽刺的是，德国的最高领袖希特勒本人也深陷毒品药物的泥潭。在二战后期，他的私人医生莫雷尔每天为他注射特殊的维生方案，其中包含至少20种化学成分，几乎成了一个行走的药物实验体。1944年后，随着德国面临的战况越来越糟糕，力不从心的希特勒只有依赖这种混合药物，才能勉强维持清醒。可以说，德国的战争机器不只是靠坦克和士兵，更是靠着海量的毒品与兴奋剂在运转。二战时期，日本的毒品使用情况更加严重。提起二战时期的日本军队，人们首先联想到的往往是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极端的服从意识乃至神风特工队。但鲜为人知的是，这套高度压榨士兵身心的战争机器，其实也同样依赖于毒品。日本是亚洲最早大规模使用甲基苯丙胺的国家。早在1930年代，日本的三共制药公司就成功合成了甲基苯丙胺，并将它命名为觉醒剂。最初，觉醒剂与德国的百非丁一样，打着提神、抗疲劳的名号，广泛销售于平民市场，主要被用于工厂劳工、铁路工人和医护人员，用来提高效率和注意力。但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大量日本士兵需要在中国执行高强度、长时间的巡逻、扫荡以及占领任务。为此，日本陆军省开始向士兵大量发放觉醒剂，声称它能清除恐惧、改善士气、提升作战效率。到了1944年，美军逐步逼近菲律宾与日本本土，日军在常规作战中已经难以匹敌，于是开始组织大规模的神风特工队，飞行员驾驶飞机自杀式撞击美军战舰。很多人会好奇，日本是如何做到让这么多年轻飞行员心甘情愿地自杀的？除了宣传所谓的武士道精神和民族主义洗脑之外，日本军方还采取了极端的药物控制手段。大量记载表明，很多神风队员在执行任务前都会被强制注射或服用大量的觉醒剂或其他强效镇静剂，如吗啡或鸦片，以确保他们情绪亢奋、恐惧减弱，甚至产生接近宗教式的兴奋感。除了用于本国军队，日本还通过毒品实施对殖民地的控制与掠夺。在日本占领下的满洲、中国东北朝鲜、台湾以及东南亚地区，当局大力推广鸦片和冰毒的销售。这样做一方面有利于摧毁当地百姓的反抗意志，另一方面则会带来高额的战时收入。日本关东军曾公开制定特种药品销售计划，将毒品列为特殊战略资源。部分日本医官鼓吹说，与其镇压平民反抗，不如让他们吸毒上瘾。1945年日本战败后，觉醒剂并没有立即被禁用，相反，在战后初期，它在日本民间社会大规模泛滥。大量战败归国士兵在走入社会后，出现集体性药物成瘾问题，许多当年军方授权的药厂转入地下，继续非法生产，各地兴起了专门的药物黑市。根据后生省统计
1947年至1951年间，全日本有超过100万人吸食冰毒成瘾，成为战后最严重的社会危机之一。这场由战争带来的毒品泛滥，直到1951年政府实施兴奋剂取缔法，严厉打击生产与贩卖，才逐渐得到遏制。下面我们再说一下二战美军的药物使用情况。在很多人印象中，美军在二战中是一支后勤强大、战力强悍的现代化军队。确实，美军在战争中展现了超强的工业动员与技术能力，但在战斗的前线，他们也面临着一样的问题：恐惧、疲惫、失眠、焦虑、心理崩溃。为了对抗这些无形的敌人，美国军方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使用兴奋剂类药物。但与德国、日本的灰色操作不同，美国对药物的使用是制度化、工业化甚至标准化的行为。美国军方使用的是与冰毒类似的另一种中枢神经兴奋剂——安非他命 （amphetamine）。从1942年起，美军后勤部正式将安非他命列为标准军需物资，编入医疗供应清单。这种药物主要以片剂形式发放，每颗5毫克。使用说明书上显示它的药效是抗疲劳、提神醒脑、缓解抑郁、提高反应速度。这种药物由军官监督使用，看上去用途明确，发放规范。但实际上，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美军已经发放了超过2亿颗安非他命片剂，平均每名士兵分到至少20颗。尤其在空军、侦察兵、坦克部队和野战部队中，药物使用极为普遍。美军飞行员被鼓励在执行轰炸任务时服药，以保持警觉。特别是在太平洋战场，炎热、潮湿、高压的环境让兴奋剂几乎成为每个士兵的日常必需品。在与日军的作战中，美军士兵常常面临巨大的精神压力，日军的玉碎战术、夜袭狙击乃至割头行为对美国士兵造成了极大心理冲击。因此，美国军方特别重视士兵的心理健康，并配发少量镇定剂药物。一些高层情报与通信人员在长时间处于封闭空间处理加密电文任务时，也会在必要时服用轻微的镇定剂，以防精神崩溃。更有意思的是，美国不仅让士兵服用药片，甚至把药物装进了他们的口粮里。在标准的美军 C 口粮盒中，有一种名为能量片 Energy Tablets 的药物，看上去像维生素，但成分中其实就包含苯丙胺。这种设计让士兵在进餐时无意识服药，从而提高整体战斗效率。而在某些特种部队中，甚至还配备了名为保持清醒包 Go Gen Pills 的药品袋，里面除了安非他命，还有阿司匹林、咖啡因，甚至是肾上腺素。目的就是让士兵能够持续48小时不睡觉，还能保持基本判断力和反应速度。二战结束后，面对这些兴奋剂类药物，不同于德国和日本的全面禁止，美国对此的态度是选择性遗忘。二战胜利的光辉掩盖了背后吸食毒品的丑闻，甚至在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美国社会仍将苯丙胺视为可控药物。直到1960年代，这种药物仍在被用于提升学生成绩、减肥甚至抗抑郁。对于军队滥用毒品真正的反思，直到越南战争爆发才开始。越战时期，美军又一次大规模使用兴奋剂，这让不少人追溯起二战的先例。大量二战老兵退伍后出现睡眠障碍、情绪波动甚至暴力倾向，不得不带着药物产生的后遗症度过余生。这些现象都与毒品的滥用存在直接关系。越南战争之后，美国军方才逐渐减少兴奋剂类药物的使用。提起苏联红军，人们往往会想到斯大林格勒的血战、库尔斯克的钢铁洪流，以及不惜一切代价的战斗精神。的确，苏联士兵在东线展现出惊人的坚韧与牺牲精神，但在这场与纳粹德国的殊死搏斗中，苏联军队同样使用了药物来支撑士兵的身体极限。但是苏军并没有像德军那样系统性规模化的分发兴奋剂，主要还是受制于药物生产能力不足。苏联在战争初期面临严重的工业转移、基础设施破坏与资源短缺，制药工业集中在西部，一度受到德军入侵影响，
无法支持对全军进行高频次、大剂量的药物配发。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弹药、粮食、燃料、医疗器械等物资的优先级要远高于增强药物。但在极端条件下，苏联军医也曾尝试使用咖啡因注射液或者盟军援助的苯丙胺类药物来刺激士兵保持行动力。尤其是在1942年之后的重大战役，如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列宁格勒围城战中，一些突击队员和侦察兵会被秘密注射低剂量兴奋剂，辅助执行夜间任务或远距离渗透作战。不过，在苏军中有一个物品更能起到支撑士兵精神的作用，那就是酒精。在其他国家使用药品以提升战斗力时，苏联却以酒精，尤其是伏特加作为情绪调节和麻醉手段。在苏联军队中，伏特加不仅是补给，更是一种战斗精神的象征。自卫国战争爆发以来，苏联政府便实行所谓的战斗口粮酒制度，每位前线士兵每天可领取一份100克的伏特加。这种做法本意是激励士气、暖身抗寒，但实际效果是，许多士兵在极度紧张、恐惧或疲惫的状态下，将伏特加当作唯一能缓解压力的手段。据战后回忆录和档案记载，不少红军士兵在进攻前要先来一口伏特加，以压下恐惧感，战斗结束后再干一杯麻痹神经与创伤。这种酒精文化深入军队血液，甚至连中下级军官也默许甚至鼓励。从某种意义上说，伏特加并非毒品，却在心理上起到了与毒品类似的作用。虽然没有在战场上大规模使用兴奋剂，但苏联在情报机关、精英部队与科研单位中却一直在展开药物实验。据解密的克格勃文档记载，苏联秘密情报机构曾对特工进行行为控制药物实验，包括使用巴比妥类镇静剂、精神麻醉剂，甚至尝试使用极小剂量的致幻剂，以测试其在审讯、暗杀或作战中的潜力。与西方盟军日后广泛讨论的精神创伤不同，苏联在战争期间拒绝承认精神崩溃的存在。在官方语境中，士兵要么英勇无畏，要么叛变投敌，没有心理疾病这样的中间选项。因此，许多原本应通过心理治疗处理的问题，转而被药物压制。战地医疗点大量发放镇静剂，用于安抚情绪、抑制恐慌、幻觉等战时应激反应。更严重的情况则交由军队心理控制部门来处理。士兵一旦被贴上精神不稳定标签，就会被送入后方的精神病观察所，接受药物、电击疗法，出院后再被送回前线或直接转入劳改营。战后，一些退伍红军士兵患有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 但在苏联体系内始终没有得到承认，只能靠酒精、镇静剂甚至非法毒品自我调节，形成隐性的社会问题。如果说战争是一种将人类推向极限的试炼，那么毒品则是人类在这场试炼中对抗恐惧、疲劳与伤痛的最后工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规模空前的浩劫中，参战国为了赢得胜利，拼尽了国家的每一滴资源、人力、工业、科技，乃至于化学与药物。透过二战时期各国军队对毒品的使用，我们看到的并不仅是战术层面的应急手段，更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灰色现实。当国家机器全面开动时，道德与人性往往会为效率与胜利让路。从德国的冰毒战到日本的军国麻药战略，从美国系统化的安非他命配发，再到苏联用伏特加麻痹前线的士兵，每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与战略需求下，都选择了适合自己的药物道路。这些药物是战斗力的燃烧剂，是士兵精神的伪装剂，也是指挥策略中的变量，更是国家对人的最后压榨手段。这些药物往往以医疗的名义发放，却以武器的效果使用。他们在短期内确实提升了士兵的战斗效率，延长了作战时间，压抑了饥饿与恐惧，让士兵仿佛拥有了超人的意志。但也正是这种神话的战斗状态导致了严重的后遗症。战斗结束后，大量士兵出现药物依赖、心理崩溃甚至暴力行为，而这些问题却往往被人们所遗忘，
士兵与药物后遗症之间的斗争远比战场更长，也更难结束。它留下的是身体上的崩坏与精神上的空洞。每当我们回顾二战历史的时候，也应该意识到有些战争带给人们的创伤，很多年以后都无法消除。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我的频道，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